到了电影院，你才发现你弄丢了一张价值50令吉的电影票。这时候你会选择再购买另外一张电影票吗？换另外一种情况，你本来打算到电影院去买一张电影票，可是到了电影院打开钱包时，才发现你弄丢了一张50令吉的钞票。这时候你会选择继续购买吗？在第一种情况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再买另外一张电影票，可是在第二种情况中，却有很多人选择继续购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同样都是价值50令吉的一张纸，分别只是一张是钞票，一张是电影票而已，为什么我们对待它的方式截然不同？大家好，欢迎回到 Do Love Your Economy 频道，我是邵荣。虽然一张电影票并没有50令吉那么贵，但是没关系，我们只是假设而已。今天借用这个问题作为开头，我们将会向你们介绍一个在行为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心理账户。你有梦想吗？想要月入过万吗？先别关掉，我们并不是要推销你们任何产品，我们只是想要让有兴趣学习销售的朋友知道，这支影片非常适合你，你可以把这些技巧学起来，应用在你的生意当中。如果你对销售没有兴趣，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对我有兴趣。心理账户其实讲的是一种人的非理性行为，只要你学习了这个概念，你就可以对你的消费行为有更多的理解，也可以学会精明理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心理账户这个概念是由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 Richard Thaler 所提出的。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另一个跟我们银行实际账户不同的心理账户。人们会把在现实中客观等价的支出或者收益划分进不同的心理账户当中。简单来说，心理账户就是一种对待金钱的思维模式。比如，我们会把工作所赚到的钱划分进勤劳账户，小心翼翼地使用当中的钱。可是，我们却会把中彩票得来的意外之财划分进幸运账户，花起里面的钱来毫不心痛。除了我一开始提出的例子以外，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到心理账户的影子。比如说，人们一边以低利率的方式存钱进银行，另外一边却以高利率的方式刷信用卡购物。又或者，当赌徒从赌桌上赢到钱时，他会更倾向、更愿意将这笔钱拿去冒险，赌得更加大。这也是为什么赌徒赢得的钱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除非你有特异功能。又或者，当我们去旅行时，我们花钱就花得特别凶，平时不舍得吃的、用的都一次过花了。这是因为我们将这些开销视为旅游开销，而非日常开销。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天你到了海边，你突然想要喝 A 牌啤酒，这时候附近有一家高级酒店和一家看似简陋的杂货店，你的朋友愿意帮你去购买。可是他并不清楚哪一个地方有售卖 A 牌啤酒，也不清楚这些地方的 A 牌啤酒售价为多少。这时候他叫你给出一个价格，一个高过他你就不会想要再继续购买的价格。根据调查，如果这个啤酒是在高级酒店所购买的，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比较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难道在高级酒店所购买的 A 牌啤酒跟在杂货店购买的有任何不同吗？其实这是因为心理预期的原因，在高级酒店卖的东西一般上都比较贵，所以即使他卖的 A 牌啤酒比较贵，人们也愿意接受。可是，在杂货店，如果你敢出那么高的价钱，买酒的客人就觉得你是在坑他，那他就会很生气，不愿意继续购买。人们在购买一件物品时会得到两个效用，分别是获得效用和交易效用。获得效用是指这件物品对你的价值和它的价钱之间的区别。我们之所以会买一个物品，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价值高过它的价钱。如果你觉得一瓶酒只是值10令吉的话，你是不会用20令吉去购买它的。相反，交易效用指的是你支付的价格和参考价格之间的差别。就像一瓶酒平时是卖20令吉的，突然今天打折变成了5令吉，你就会觉得非常值得，非常想要去购买。交易效用讲的是一种感觉，当一个物品的售价比你的预期来得低时，你就会有想要购买的欲望，想要购买的感觉。
大家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因为我们会在最后教大家如何透过这种感觉来达成交易。我们之所以会对同样价值的钱产生不同的对待方式，原因是为了避免麻烦。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就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光。因此，为了要达到节省的目的，我们很喜欢给生活中每个领域定一个预算。比如说，一天的食物开销是20令吉，一个月的娱乐开销是200令吉，以及一年的旅游预算是5000令吉等等。当我们在买这杯咖啡时，我们就可以把它列入食物开销，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食物预算还剩多少钱，我们还可以花多少钱在午餐和晚餐身上。因此，心理账户简化了我们的运算，让我们可以省却很多做抉择的麻烦。问题是在生活中，一个行为所涉及的未必只是一个领域，而往往是很多个领域。比如说，今天我去吃一顿大餐，到底要算进娱乐开销，还是要算进食物开销？又或者，比如我今天的车坏了，我被逼要搭 Grab Car， 到底要算进交通开销，还是要算进意外开销？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往往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将这些开销划分进特定的预算当中。如果跟爱人去吃饭，那就是爱情开销；如果跟同事去吃饭，那就是日常开销。而且很多时候，当我们花光了一个领域的预算后，我们还很喜欢对其他领域的预算动歪脑筋。比如说，我们花光了我们的食物预算，照理来说，我们就不应该去外面吃东西，而是应该留在家里，看看冰橱还有什么剩余的食材，煮一煮来吃。可是我们还是很喜欢照旧去外面吃东西，还美其名这是在慰劳辛苦工作了一整天的自己的娱乐开销。简单来说，心理账户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站在商家或者是销售员的角度，我们要如何借用这个人性的弱点来帮助我们推销我们的产品出去呢？第一，将折扣价放在原价的旁边，制造对比，这是一般商家惯用的伎俩。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所提过的交易效用吗？在这里，398元就是所谓的参考价格，而99元就是所谓我们要实际支付的价格。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越大，就意味着交易效用越高。这件商品看起来更加值得，我们就更加想要去购买。第二，转移顾客的心理账户。我们要说服一个人增加某项领域的预算是很困难的，可是转移顾客的心理账户这件事则相对容易。比如说，你是一个卖 cheesecake 的商家，你可以把你的 cheesecake 包装得更加漂亮，包装成一份礼物，然后说服你的顾客把它当成是礼物送给另一半。这样的话，你的顾客就会把它视为礼物开销，而不是食物开销，那他也就更能买得下手啦。第三，针对每个人的重点心理账户下手。我们在推销一件商品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目标客户群是谁，就好像你很喜欢通过 stalk 你的暗恋对象的 IG 来了解他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理账户，每个人的重点心理账户都不同。一般上，老人最关注的是健康，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女人最关注的是美丽，而男人最关注的是美丽的女人。男人最关注的是事业，学生最关注的是学业等等。因此，如果今天你卖的是保健品，在老人面前你就要多谈健康方面的话题，在女人面前就要多谈护肤保养的好处，而在学生面前就要多谈增强记忆力的效果。随着你的产品种类而做变化。不过，在我看，其实最强大的销售员偏偏是那些整天怂恿你买东西的好朋友。总结，心理账户是一种对待金钱的思维方式。人在购买一件物品时会得到两种效用：获得效用和交易效用。前者指的是这件物品对你的价值和它的价钱之间的区别，后者指的是你支付的价格和参考价格之间的差别。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心理账户，原因是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可以利用心理账户来销售的3个技巧，分别是：第一，将原价放在折扣价的旁边，制造对比；第二，转移顾客的心理账户；第三，针对每个人的重点心理账户下手。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看到这里的你多少有些启发。你对心理账户还有什么疑问吗？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频道还会持续输出更多的经济学内容，以及分享经济学书籍。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们。我是邵荣，我们下期再见。嗨，话说现在 YouTuber 越来越不好做，还要被抽税。
不过不用紧啦，我们都还没有到1000个 subscriber。那你还不赶快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叫他们一起来订阅我们？